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很多人的体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，特别是女人，生完小孩过了35岁，体重就容易长。有研究发现，一个标准的体重更有利于延迟身体的衰老，所以体重和我们的健康是有直接关联的。我们要减脂，最难减的就是我们肚子的内脏脂肪，所以对于腹部，很多人都有反弹的经历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女人做的减脂方法，尤其适合肚子赘肉多、老是反弹的人。这个方法就是饭后靠墙站立。具体的做法，我们找一面墙，然后把整个人贴在墙上，臀部、腰部、脚跟、后脑勺都贴在墙上，然后把腰要直起来，挺胸收腹，就这样靠墙站立15分钟以上。饭后休息40分钟之后再做，可以一边站一边听音乐、看电视。每天坚持就有收获，当然饮食也要调整好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夏至节后最重要的养生功课就是睡子午觉。中午尽量午休，但时间不用太长，睡半小时就可培养生阴。晚上在11点之前入睡，可以养阴生阳。在这个节气把子午觉睡好了，就是很好的保养方式。夏至后暑热气比较重，容易上火的人、体质虚弱的人，还有湿气重的人是比较容易被暑热袭扰。这3种类型的人要坚持疏通带脉，防止暑热袭扰。带脉就是沿着肚脐水平的一圈。疏通带脉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空心拳从前往后力度适中的敲打，再从后往前再敲回来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敲打，每次10分钟。用手轻捶带脉，可以让经络气血运行加快，对于腰部冰凉、酸痛都有帮助，还可以提高消化吸收功能，健运脾胃，还有利于腰腹部脂肪的代谢，减少腰腹部赘肉的产生。在保养带脉的同时，有减少肚腩的帮助。疏通带脉可以早晚各做1次，大家坚持做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有些人老是莫名其妙出现惊恐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一惊一乍，就会睡不着，一定要很安静了才能睡。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心理状态，但是调节来调节去却没有帮助。这个时候可以试试用传统养生的方法。我们的身心是相通的，心理上的一种阻碍肯定会造成生理上的失调。传统养生认为惊恐是和肾脏有关，惊恐这个负面情绪是最伤肾元的，所以反过来我们肾元充足了，人就不会一惊一乍了。有这些表现的可以坚持点揉肾经的原穴太溪穴，这个穴位在脚内侧，位于内踝后方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的点揉，保持适度的酸胀痛感。左右穴各点揉5分钟，每天睡前泡脚后再点揉，作用更好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现在重视日常保健的人还是很多的，
但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我们的胆囊的保健。我们的胆囊在中医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胆位于六腑之一，又属奇恒之府，认为胆主决断，胆在精神、意识、思维活动过程中具有判断事物、做出决定的作用。胆功能的正常可以帮助我们防御和消除某些精神刺激，比如大惊大恐之类的不良影响，帮助维持和控制气血的正常运行，所以才有胆者中正之官，绝对出焉的说法。现在胆囊不好的人是非常多，下面就向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健胆囊的小方法，很适合胆囊不好的人。方法就是刺激我们的中都穴，这个穴位这样找，先找到风市穴，在大腿的中线，我们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市。找到了风市，从风市再往下量3横指，就是中都穴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拇指稍稍用力的压住，然后点揉，保持适度的宣胀痛感。我们也可以用敲打的方法，我们这样握拳，用大拇指的指关节力度适中的这样敲打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一个点揉一个敲打，左右穴各做5到10分钟，每日做1到2次。如果你是胆囊不好，那可以做到3到5次，只要长期坚持，必然会有保健的收获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夏日酷暑，人体的皮毛处于开张的状态，很容易受到湿气的入侵，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我们湿气重的原因。体内的湿气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会让我们感觉疲倦困乏，皮肤湿漉漉的，头发油光油亮的，感觉穿上了一件湿衣服一样，浑身不自在。湿气重的话还会影响脾胃的运化。如果感觉你身体湿气重的话，可以按揉一下肚子上的一个祛湿的穴位，水分穴。按揉水分穴可以升清降浊，通调水湿，促进大小肠的正常蠕动，强化消化吸收功能，从而达到利水消肿、祛湿健脾的作用。水分穴的位置在肚脐直上1寸，也就是1拇指的距离，就在这里。按摩水分穴，我们采用震颤手法，把一个手放在水分穴上，掌心向上，4个手指稍稍往内扣住，然后震颤。每次震颤3到5分钟。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点，震动的时候是手腕发力，而不是手指发力。好，震颤水分穴还可以帮助我们肠胃排出浊气浊水，缓解反酸反胃的问题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痰湿重的人头发是很油腻的，因为身体的湿气代谢不出去，变成了黏糊糊的痰，表现在身上就是肚腩大、皮肤冒油、头发油腻。这时候就要祛痰了。想要祛痰湿，大家一定要疏通脾经。疏通脾经的第一个动作，敲打太白公孙穴。脾经始于隐白，再往下就是太白公孙。敲打太白公孙就会起到疏通脾经的作用。我们就这样两脚相对，太白就在这里，往下1寸就是公孙。
然后我们用全心、力度适中的拍打，就这样拍打5到10分钟。第二个动作，拍打臂窝，皮有斜，居于两臂，两臂就是我们腹股沟的位置。疏通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用双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就这样拍打50到100下。好，以上就是疏通脾经的2个方法。除了疏通脾经，平时晚上不要太晚吃饭，晚上是脾胃运化最无力的时候，吃得太晚，吃进去的食物就不容易消化，停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痰湿了。虚胖的人也可以多做以上2个动作，改善虚胖有很好的帮助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肚子肥胖的人都知道，减肚子是最难的，这是因为肚子上的脂肪都是深层次的脂肪，一般的运动很难触及到这里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减肚子难的原因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疏通经络的方法来排出体内的湿气，从而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。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2个减负的穴位。第一个是华肉门穴，华肉门是胃经的穴位，最大的作用就是去痰湿和减肥。自古胖人多痰湿，经常按揉刺激华肉门穴，能将人体多余的痰湿痰囤分泌排出体外。华肉门的位置在肚脐上1寸，然后在正中线旁开2寸，左右各1个。找到穴位，用双手的大拇指同时压住左右2边的穴位，稍稍用力，旋转按揉5到10分钟。第二个穴位就是关门穴，关门穴位于腹部正中线脐上3寸，其中上4横指就是3寸。现在这里定一下，然后再旁开2寸。找到穴位就用双手大拇指同时压住，稍稍用力做旋转按揉，每次按揉5到10分钟。关门穴具有利水消肿、调脾胃、通肠腑的作用。腹部肥胖多是湿气堆积日久，造成经络水湿淤堵在体内，按揉关门穴刚好能够运化脾经上的水湿，通调肠胃。水湿若能悉数排出，减负瘦肚子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好，以上2个腹部减肥的要穴，腹部肥胖大肚腩的朋友不妨多按揉这2个穴位，减肥瘦肚子自然就能够做到事半功倍。还有减肥一定要注意膳食合理、清淡，配合运动，这样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健康减肥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